恭喜你，完成大老王课堂的学习。刚才给大家白吃了一下这个大老王讲的，海啸的时候，海水的推进速度能达到波音飞机的飞行速度。对于这一点，我是有质疑的哈。感兴趣的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看一下。另外呢，除了讲了这个之外，大老王昨天又还讲了一些，就是反正各种这个类似于像这个海啸的一些地点啊，比如说在这个有个叫什么恐龙湾啊，还是哪个地方啊？好像是说在夏威夷啊，他说那边是有一个活火山吧，还是什么？多少年之后，100-200年啊，还是多久会出来一次？就是如果说火山喷发了，这边人不就相当于就很危险了吗？他意思是说大家也不用担心啊，是吧？我们人生他说是短暂的，也就是几十年，对吧？意思就是说你不可能那么凑巧啊，就是那个倒霉蛋，对吧？但是他说，除了这个之外，还有在另外一个地方啊，也是只要这边火山喷发，当时可能就是地狱啊，岩浆伴着那个下来，你无处可逃啊，是吧？但是你过了那个之后，等这个岩浆冷却下来，再过几年没有东西影响之后，这个慢慢的又会复苏，这个又恢复成天堂了。尤其是他说讲的是在哪个岛那边，海水又不是很深，然后可以看得到底下那个鱼啊，都特别的多，非常的就像我们看的海底世界，看的一些电视里面演的一样的，五彩斑斓的一个海底世界，而且水不是很深，比如说齐腰啊、齐胸啊等等啊，就是那么高的高度啊，有一些比较深一点的地方2-3米啊，他说也不用担心。反正就是应该是，就是夏威夷啊，或者是加拿大啊，就是那块的区域嘛。在我国这边呢，他又讲了一个说海鲜的事情，说这个北方的靠海的海鲜要比这个南方的要好吃。这个具体的话我就不太懂了哈，不知道有没有懂得这方面的观众哈。然后他说现在这个水污染比较严重嘛。他说你如果说你说福岛的那个水污染有多厉害，那你敢吃这个渤海，还是哪一个这个，就是东北那边那个海域啊，或者山东那个海域的海鲜，你敢吃吗？意思就是说可能工业的发展污染其实是相当严重的。这是关于这个海相关的一些这个东西啊。另外他还讲了一个是什么哈，就是定义了一下海啸的级别啊，有一种比如说是10000年啊，还是多少年，类似于这样那种世纪的那种的，可能基本上整个世界或者是什么大部分都已经灭掉了，懂不懂？基本上都灭，这种的几率一般比较小。他还很高兴，他说如果真的出现这样，大家一起去投胎，那个投到哪个地方去啊？难道投到外星去吗？地球都成这样了，怎么投，是吧？这是其中的一点。然后第二种呢，就是说，大家经常会碰到这个超大级别的，比如说这个一个几年里面，或者说是这个多少这个里面，比如说像上次那个什么日本那个海啸啊，是吧？那很厉害的，一个县里面还是什么，人全部被冲走啊，根本来不及啊，来不及。那后面在那个地方后面还产生了还有很多后续的一些灵异的故事啊，等等，这是第2个级别的。然后第3个级别可能就比较小一点了，那个可能一下子，海水的高度啊没多少，你这个船在那个水中间，基本上都发现不到啊，这个水的那个有变化。
大家好，我一休啊。今天大老王又给百刀费的开小灶了，我们草根没得看了，只能等到明天。今天刚在那个油管上面又看到有一个剪大老王视频的，看来这个话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没想到这个大老王把自己的版权共享出来，就还是有很多人这个天下攘攘皆为利网，还有一个叫天下干嘛的，是吧？这个有钱赚了，大老王当时在推特上面不是讲说，做他剪片的，最高的一个月可以赚个2万美元啊，2万刀啊，那不得了了哈，十来万，你说现在做什么事情能赚那么多啊？看来这个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影响力啊。昨天，他不是讲了吗？就是说他又以自己理工男的思维，又给大家做了一下科普啊，讲了一下，就是说海啸的这个里面一些我们普通人不一定懂的一些冷门知识啊，比如说这个海啸的速度，就是说那个海浪啊，它那个推行的速度，居然是海水的那个，就是那个不是，比如说它海啸过来，那个海不是这样扑过去啊，然后它而且有个计算公式的，说这个比如说海的这个深度乘以一个，就是一个什么开一个根方还是什么意思，反正最终算出来之后，它这个速度可以达到现在的飞机的速度，一般是1小时，比如说500公里到这个1000公里之间啊。你这个海的深度越深，比如说1万公里，就1万米的海，它可以，比如说可以接近到700公里啊，甚至到1000还是怎么样。然后你如果海水是5000的话，它可能就是500，你3000可能到300公里啊，就基本上是可以达到一个飞机的速度。比如说那边发生海啸了，等到后面你这边涨潮还是怎么样，它就看它这个过来哈，它底下海水都是在运动嘛，就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。我怎么感觉好像有点夸张啊，是不是？这个能达到这样的速度吗？如果能达到这样的速度的话，我觉得这个有点不科学。你仔细想一想，是不是？基于我们的思维来讲，你的飞机在天上飞，因为你天上这个空气的阻力比较小，是吧？然后通过它的发动机啊，通过它这个喷气式啊，就可以飞得很快。那你水在海底，我们有这个经验的，你人在水里面游，你是不是在水往前冲的过程中，你水也有一定的阻力过来，是不是？它在天上没有空气阻力的时候，它能够，比如说飞机能飞这么远，你水在底下推动的时候，你想一想，这个速度能达到1小时500公里吗？我觉得这个要有多难啊！就相当于飞机在天上都没有阻力的时候才达到500，你水在底下，你这个水之间你都是相互牵制的，你这样冲过去，你边上的这个水会不会也有个拉伸的力给它回来？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啊？就相当于打太极或者是干嘛，是吧？你跟别人那个就是这个叫这个手和手之间那个叫什么推手的时候，你给别人一个作用力，别人要给你一个反弹力。同样的道理，你海水往前冲的过程中，它那个前面是不是也有个阻力过来？你在空气中我们可以看到空气中你都相当于是没有任何阻力，就是相当于阻力很小了，是吧？你那个航天飞机或者是那种降下来的时候，还会看到有火花，或者说是一些航空器在空气撞下来，它都会烧掉，多大的热量？你水在推进的过程中，这个又有多少的反推力呢？我觉得这个有待考量啊。他说大老王讲的这个，我仔细想一想，我觉得可能这个1小时公里不太可能。